说哎，圣诞节来了，我有个礼物想送给你，圣诞节。好，他很开心，就是很兴奋，你知道吗？然后他也忍不住了，他是很小朋友，忍不住要告诉我了，就说我买了个房子，对吧？然后我就说你买了个房子是我的圣诞礼物吗？他是，然后我说在哪里？然后他就说就有一区是我完全不会考虑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就问一下，那个房子是你的名字还是我的名字呢？他说是他的名字啊，那为什么是给你的？那叫什么礼物？是不是很搞笑？这个笑美其名曰。哎，你觉得他智商有点问题吗？就是说不是太正常。这是花儿。草地中。哎，是不是有喝的呀？有点喝的吧。哇，好功夫！人家双枪，你双胡。双胡。然后他肯定也会觉得我比。老师来了，老师来了。你们从哪儿进的？就这边。早上好，老师早上好。早上好，你们早就来了。哎呀，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为什么呀？想那些事儿，有点心流血啊！知道为谁吗？为姐姐。没有，因为老师说了，姐姐这心乱如麻。对，老师也心乱。我就是着急，我没睡好，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帮你们。哎，真好，大姨太好了，大姨。比如说美妍，我很心疼你。你昨天那个样子哈，你看着他的眼睛，他看着你的眼睛，那种清澈的把对方给吃进眼里的那种光，特别打动我。表达的太好了。尽管你指责他，你也是。李老师，你要知道前提，她老公是她的天菜。本来就喜欢的那个类型，你很爱他，我觉得他也特别爱你。是的，你让我流血，就是因为你俩爱，要是不爱哈，有孩子也可以分手。不然你20多岁，你挺到90岁，你还得挺70年，因为你们有爱，这是我最让我心里流血的地方。我们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们很爱，但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太多的累积的东西，然后他们不只是 T 松在说他们两个互相说，互相叠加。然后他就很平静的，但是他的嘴说的东西也会扎他，扎的很厉害，扎的很T 松就爆的那种感觉。我为什么就是他控制不了了。他们两个就是一直两边都不停，他们两个都要怼，所以就。你觉得他们是不是还小，意识不到这种扎透了就是破灭了？没有赢家，真的讲的真好。对，姐姐说了，没有赢家。你们俩的爱可以用到正地方，现在光这些爱都快你们打光了。爱是能够伤没了的。是的。说实话，我们之前姐姐还问过我们，如果没有孩子会不会离？我们说早就离了。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离？就是因为3个孩子。你知道社会上很多人很讨厌说，为了孩子你们就勉强的过下去吧。因为每个人是对自己生命的个体都应该是公平的。母亲、父亲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说为了孩子牺牲我的幸福，很多人是很反对的。对。
但是你们这个哈，我不光是因为你们有3个孩子，你俩都一身臭毛病，还一直都特别相爱。有爱就有解救，所以就特别想找到方法。咱先说哈，你有信心改变你们俩的这个夫妻相处的方法吗？你有没有信心？我之前就是总说觉得是他不尊重我，他怎么样，想要改变他。昨天老师们也说了，就是互相尊重嘛，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自己身上也有这种问题。那我改变自己，那比改变他要轻松多了。一个是我年纪比他小一点，我没有他那么的定成型，然后他的情绪走得很快，很快的，他没有能够停下来暂停一下下的瞬间，因为他太快了。但是我还稍微慢一点点。悟性挺高的呢。看着我手孩子，我说你真聪明，而且你的聪明啊，小小的你先开始改变你自己，因为你年轻，这个话太了不得了，孩子，你知道吧？我们20几岁说不出你这样的话，20几岁满眼都是别人错，我没有错。你老师太会夸人了，太棒了。倪萍老师真的是鞭辟入里。你先做出改变，我不相信他是个木头艺术家，有的时候会被对方感染。你怒他更怒，你柔软下来，他可能被你柔软。有的人可能就是这样子。梁松冲你发火，可以什么话都不说，就扭头就走了，他不会追着你骂。好，就算追着你骂，你继续往前，那他就不是人了。之前都是我追着他，我就在说，我总想着说，你别走，把问题说完，咱们说完。这是一个特别傻的做法。体力好啊，他。你越追他越跑，恐惧。对呀。你觉得你具体的说，你想让严嵩改变什么？你给我们拿出方案来。我希望他可以就是对外咱们要有面子，但是夫妻2个人之间其实可以也要保持一个面子。但是他就有的时候会说要面子，就是说不出对不起这种话。你看昨天说同事对不起，他就没有说话。对不起。没事没事，是我的。那你道歉呀，你咋不说话呀你？你希望的就是说对不起吗？我觉得起码不要让它变成一个很难开出口的东西吧。那你说安森老爱说对不起，对不起，没有什么。我就说他们2个应该是结合一下。没有啊，老说对不起也不好呀。对呀，老说对又不是一定是真心的。你爸爸妈妈，你自己的爸爸妈妈吵架吗？我妈妈也是那情况跟我很类似，她是陕西人，她从陕西嫁到了广州。然后她也是除了我爸爸当时什么都没有，然后她把我看得特别重，她觉得我在这个城市只有你是真的跟我有连结的。她因为跟我爸也老吵架，跟我爸关系也不好。因为我爸就是经常出去打麻将什么的，很少回家，然后我长大的很多钱基本大部分都是我妈出的所以我妈经常会说我爸，他确实是做的没对，但是我爸就会觉得说你老是在说没完没了的说。那你爸爸妈妈吵架，跟你们2口子吵架，我觉得有一点点类似，就是都是因为一些大家说起来都觉得很奇怪的小事儿不是个事儿，也是以情绪为主，事儿其实就那点事儿。你要成长，孩子。因为你是一个母亲，你要成为榜样。你今天就比昨天好这么一大块儿。你现在觉得你很清晰你未来的路吗？说实话，我现在觉得，首先我就是独惯了，独立的。就是我身边的人会有2种声音，有的人就会说哇你这样子我早就过不下去了，有的人就会说哎呀也还行吧，你就
凑合过吧，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曾经会顾及家里人怎么想，孩子怎么想，那我就凑合过吧，我就平平淡淡的，就像一个人一样这样子过，完全没有情绪价值。都是因为以工作为主。一个人说我因为工作而没有时间生活，没有时间感情哈，我这觉得都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对，因为有感情不需要时间，真的就是一个眼神，你爱的这个人不是个傻子。你想要的感情、权利，想要的你的夫妻的位置，你都应该要。你除非你能做到说这些真的在我心里根本就是一场风，我可以转身就走，孩子，不然你还是在心里，会在你心里越来越深。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航母，孩子，你儿子一走你就崩溃。我还有狗，现在他要把我的狗也要送走，精神支柱。对，所以你的内心真的会有恨。像你们俩，你弄一堆狗在他面前叫的，他都睡不了觉。你以这种方式，汪汪叫，烦他，嘴替。对，你只要这样，他还不想想为什么？他其实明明白的，他不揭穿。所以现在需要你下决心。绝了！你走可能他也不会留，你留下来他也不会给，他也可能不会改变。是讲的好真实哦。说实话，我一直在想，我有个宝贝儿子，儿子肯定是希望爸爸妈妈都在一起的。你孩子能感受到你们俩？就是我出发之前，我有试探过问我儿子，我说，如果爸爸妈妈真的不好了，有可能不在一起了，你会怎么样？那如果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了呢？那就废了。哎，那就废了。真的会废，真的。他就给我一个那个反应，我后来就发现那一天再往后，他就会时不时的跟我说，他说，其实我觉得我爸挺好的，他特别爱干净，找他爸爸的优点。对，一直在跟我说他爸爸的优点，我觉得我爸挺好的，特别爱干净，怎么样的？小孩真厉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怕我们俩会怎么样，怕你们俩分开，这是肯定的。我来的时候他给我打视频，他还说好远。跟我爸相处的好吗？我跟他相处的好吗？还行啊。那爸爸跟你关系变好了吗？你觉得？你想变好是变多好啊？就是好一点吧，可以说话多一点。可以说话多一点就是好啊。好懂事啊。他现在变好了吗？变好了吧，应该。耶。他说你们俩好点了吗？去了以后，他说你们俩说话多一些了吗？一个12岁的孩子能问你们俩说话多一点吗？这是一个最低欲望的。你就往好里努力吧。努力吧。口干舌燥的，让我说的急得我。女人有时候强大是个优点，但是变得就像你昨天说你那问题哈，你自己都特明白，你什么都能干，你还需要谁吗？对，没有，其实是一开始不是这样的，一开始我是比较就是需要感情，很需要一个爱人在身边。表面上好像是很强，但是我内心其实很需要爱，很需要一个人去陪伴我的。我现在不用了，我现在已经不用了，不用是你自己成长上被那个他训练到我，他训练到我训练8年，你收获了这个。我训练到我很独立，因为我跟他这段时间，
我也会看很多书去学习，就是那种情感啊又好，或者是自己的心灵的状态啊，什么都学，然后就变成非常的理解，他也非常理解我自己，越来越了解我自己。他让你成长了哈。对，成长都不需要。那成长。而且其实因为以前我觉得我以前不够爱自己，有的男生他不尊重我或者说一些话，我还是留在他身边。我基本上我不太愿意放弃一段关系，除非是我已经被打到就是流血了，然后就在地上起不来了，真的起不来，我才会放弃。因为我越来越知道要爱自己，我就不会接受一些不尊重或者是这样的对我不好的一些感觉，所以我不接受了开始。但是你看他看你，就是阿甘那种傻女神，女神。对，他每天见到我都好漂亮，他都是这样，就好像一个小孩哟。静坐，很久没见。哇，哎，好靚喎！哇，這個好看，對到這麼美，真能拍這麼小了。他满眼就是你，这个也挺珍贵的，这你自己说的吧？很难得。对。你昨天那个提到你做4次眼睛手术，第一他没有陪伴，就第一次把你送来这，后面3次都没有。第二，你当跟他说账单的时候，任何人听了哈，除非口袋里没有钱，甭管真的假的都要给。他连你在这么困难至暗时刻都不可以给一点实质的帮助，他是为什么？他小气。我就是觉得可能他这个人太强了，所以就没有这个同理心，共不了情嘛。就他强到什么程度？他有4只眼睛啊，每个人都1双眼睛，你眼睛做4次手术，他怎么强？他一定意识到你的严重性。他强大大，他说没事儿，你这2个眼睛做坏了，我再还有另外我有个本事给你安2个眼睛，强大到这份上吗？我也不知道，我也理解不到，所以之后我其实我崩溃了，我跟他说了，我说了，其实我很不开心，我觉得很孤单。反而如果我真的是没有另外一半，我还好，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其实我有另外一半，我还是一个人，我更孤单。他还说，你知道他还说有一天怎么说的？我们躺在床上呢，就是我看书，然后他就看手机呢，说：“哎，圣诞节来了，我有个礼物想送给你，圣诞节。”好，他很开心，就是很兴奋，你知道吗？然后他也忍不住了，他是很小朋友，忍不住要告诉我了，他说：“我买了个房子，对吧？”然后我就说：“你买了个房子是我的圣诞礼物吗？”他是，然后我说在哪里？然后他就说就有一区是我完全不会考虑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就问一下，那个房子是你的名字还是我的名字呢？他说是他的名字啊，那为什么是给你的？那叫什么礼物？是不是很搞笑？这个笑美其名曰。哎，你觉得他智商有点问题吗？就是说不是太正常。你又说一个圣诞礼物，你可以不说礼物，说我买那个房子是在什么地方，这算一个好消息吗？就变了，故意气人都不能这样。故意气人。都不能这样。那我公平说一下，他也有买过一些礼物，我觉得是挺好的。什么礼物挺好的？你认为？就比如说，他有一次他买了一个包包给我，但是不只是买了一个包包，他还配了一双鞋子啊。对。哦，而且他还找了我的鞋子，找了几号，然后再拿到店里。他跟我说，他花了几个小时在那个店铺里面问那个服务员，现在是流行什么样啊，怎么配，怎么搭配啊，然后搭配了一个这样的。这是最近几年的事，还是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其实情感这方面，他就好像智商真的，你说的真的还非常低。但是其实很纠结，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就很单纯的有点怪啊，怪的，傻怪的。哎，你说就这样的孩子，你是打不得骂不得，他做错了又不是那种坏，也不是故意的。对的，是的，你这说的完全对，所以你也生气不了太久，因为你觉得他的
他的那种真诚，他爱你，他真的是很兴奋，情绪这些都是真的。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让你开心。李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如果 Anson 这样的一个人比较单纯，肯定是很爱我，但是他就是这么单纯，你觉得我会幸福吗？跟这个一个人一起？我对你不是很了解哈，就去这2天的了解，表面的了解以及你的谈吐，我觉得你会很不幸福。这么聊天呢？因为你是一个内心需求量特别，精神大于实质的女人。精神需求，对，你可以钱少一点，但是你精神富足，可以带着你飞翔的那个精神飞翔的那个人。大概不会幸福，而且会很不幸福。很不幸福。但我也会很心疼他，你理解的，因为你老师会理解，因为他刚刚也说了，我也会心疼他，心疼到你能下决心，心疼到我牺牲我自己的爱情，我心疼你，我就当你妈了，结婚吧，当你妈，结婚吧，我就当你妈过一辈子。像郭靖吧，我觉得她就远远比不上郭靖。一智商高的女人精神需求都特别大，这是悲剧，是真的是悲剧。所以你完全完美，可不可能降低一点标准？是放过自己。是明白，不然自己先摧毁自己。是的。所以我看到他一些点，我就觉得哇，这个人挺好的，而且他专注他的工作的那种专注度。对，男人有事业很有魅力。对，我就觉得他，尤其他做运动的时候非常有魅力。你每当没有信心的时候，就想他这些事情，不是想跟着他一起上他的健身房待一天，去看他运动，崇拜一下他。你崇拜，慢慢这个东西要多了的话，你就会看得上他。你现在有点看不上他。哎呀，你太厉害了，你老师你太厉害了，真的，你什么都看透了。对啊，我在这出了很多馊主意，哎，我下午能见到他们。你感受一下他的智商吧。不是，我除了感受之外，你们从心底里告诉我，就是说你们的愿望是什么，然后我好追着看看他能不能做到。哦，好棒！他像一个阿拉丁神灯一样。许愿池，神仙大姨。我先说吧，我其实希望他可以打开他这个壳。我觉得你没有感受，他其实有个壳，看看能不能让他打开一下自己的一些内心。你就想知道这个壳能不能打开吗？我其实想你看看他那个壳能不能打开，不是问他。明白，你的诉求是这样，你呢？也是希望他不要那么，他甚至都不是自我，我觉得他有点自大自负了，就是我觉得他可以把自己降下来一点点，然后少说点难听话。明白。咱们就这样。谢谢老师。好了，我们首先来讲讲 Anson 跟诗画，好不好 ？Anson 啊，我从第二期看他，我就觉得他像机器人，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听不懂人话，而且他的听不懂人话的程度是我认为不太正常的。我觉得他是完全听不懂任何潜台词的，甚至如果那个话长一点，他也是都费劲。而且他有一个固定的回答模式。对，我错的，这个是我不对的，我很内疚的，以后不会的，以后会改的。他感觉是一个固定的回答模式，以及他不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以及包括诗画动手术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人知道诗画，一个人做手术做了4次，都会说需不需要陪一下你？对，你也会觉得心有不忍吧？他就是连基本的这些人之常情他都没有概念吗？包括他爸爸跟他说，做好人要买单，他就牢牢的记住了。买单很重要。还有搬家不要管。对，不管什么单我都要买，以及我妈妈搬家，我妈妈操持，所以是
我不需要动。他好像只有一个单一的学习模式，他是一个复刻爸爸的模式。复刻，对。我觉得他的思路里，施华去做手术，觉得我已经第一次好像陪他去的，后来医生都在那儿，医院条件很好，我去了根本帮不到你什么。对，我觉得他的判断模式好像就不是我们一般人用的这些，思维不一样，是做了些眼睛手术，他眼睛是不是会盖住什么？他怎么出来呢？还是说他有没有住院？那他住院，你还是在家里面睡得着吗？这是我很不能理解的这事情。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有一个非常大胆的以及不负责任的猜测，这个可能要问阿春，就他会不会是那种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比如说阿斯伯格之类的，但这个只是我个人非常不负责任的这个猜测啊。阿斯伯格就是自闭症的其中的一种，大概的它的模样，我们可以参考那个《生活大爆炸》里面的 Sheldon。Fine.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Smile. 他就是一个高功能的自闭症阿斯伯格患者。他比刚才说的那个很对，他其中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他听不懂潜台词。如果你讽刺，他听不出来这个里面有讽刺，就是你在说你好，那好你好，然后我就走开。这个是一个最常见的帮助人们判断的一个症状。但是他们各有不同，他有非常严重的，就是完全没有社会功能的，没有办法跟人交流的。不过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都有一个金水法条，就是你不能远程的、未经允许的去诊断他。我这啥也不懂啊，乱说啊！我觉得他是社会化程度很高的，然后他阿斯伯格症状又是很轻的，他还是社会功能是强的，但是社交上，也许工作社交跟这个一般的泛的社交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工作有很具体的任务，对，不是说他一定是，我们不能这样说，但是他确实有一些符合这种猜测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倪萍老师说他阿甘我觉得好妙这个有一个电影人物把这个事情化解掉了。我也是推测啊，我觉得安森比我们想的复杂一点，他的这个不是他自己不自在和施华的关系不自在，这是肯定的。第一集的时候，好像施华讲了他希望什么样的女性，就是说要漂亮的，又要有事业的，还要温柔的。所以他跟施华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他有一点觉得施华没有那么温柔，他就觉得我朋友在这儿可能问了一些问题，你不舒服，那你就在这个场合你给一点面子啊，对不对？结果他发现施华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在那时候也是不是没有那么主动积极性了？他要一个不可能的，就是又有事业，又漂亮，又传统的温顺，是一个三角不可能三角，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说，施华他也遇到一个不可能三角，可靠忠诚的男生，有事业，还要情感细腻。他们俩都是既要又要，是吧？对，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其实都要同时具备3种，然后呢，他们都具备了2种。我觉得就是施华眼中看到的 Anson 跟别人看到 Anson 好像是不一样的，没有陪他去弄眼睛看医生，然后在派对上面又对他好像是甩脸，可是别人看到都觉得哇，他对施华很好，买单给他做面子什么的，所以倪萍老师还是第一个发现他夹饺子给是，然后最后施华想要请倪萍老师问，可不可以请他打开这个壳？所以他是不是他自己本身也真的不了解这个男人呢？对，他不自在，所以有一个壳。我刚才看，我觉得施华现在对安森有一种可怜，对吧？就是很心疼又可怜，然后就觉得又舍不得。就是比如说，很多人在说他的时候，然后他就马上会帮他说一句话，就是说：“哎呦，他很简单，他是单纯的。”包括安森中间拉他手。他是僵硬的手，他说：“你不要拉我的手。”他说他怕 Anson 误会。你说一般人会误会吗？就你拉一下手，你就认为咱俩又好了。一般人不会，说明他知道 Anson 一旦误会了之后就会受伤，对，就会全情投入了又。但是他们分了几次了，没有分成，就觉得是有另外的吸引力。对，要不然他不会这么纠结。对啊，在这么多次的关系反复当中，所以你想这么多年啊，他就是有时候成了一个习惯，就很难去撕掉的。我的感受其实就是，Anson 好像没有那么爱施华。
我不觉得他是个爱，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委屈。他在给他讲说你有什么委屈的时候，他竟然没有一个委屈是打动我的。我怎么觉得是诗画不够爱 Anson 呢？就是看到他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包括诗画的一些委屈、难受或者很纠结的那种不舍，其实我并不觉得他是不舍感情，我觉得他是不舍一种习惯。但是倪萍老师在问他你看不看得上他的时候，对，然后突然一下诗画就说你太厉害了，太了解我了。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应？而且他对倪萍老师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认同，所以我就会觉得他们俩的需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是爱的需求，粉饰自己，从来不会用油滑的东西来躲闪。我在想，诗画他前面讲他以前是恋爱脑，肯定经过很多受伤的事情。Anson 就是老实、单纯、可靠。我觉得他的经历里边有一个，就是给你很多感情理解，同时很忠诚的人。对，我觉得他那种无奈感，还是怎么，这两种人是不能兼得的。双刃剑，他一边是这样，他的反面就是那样。对，但是 Anson 也太，我真的不理解，他竟然会非常直白的说。因为我之前没有把你放心上，很多人可能就是这样想的，但他不会说出来。对，而且他前面说是追到了，他也承认了。对，追到就没有了。对，很直白的承认了。要不要吃点油啊？但我恰恰觉得他这个话是让这个李诗画留下的，就是还在犹豫的原因。对。他一直说他就是不会，但是他自己一直说我没有放心上，那只是我不愿。所以现在我明白了，所以我会改。这个点会让他犹豫。而且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就是，你看他又不改，但是中间他19年很开心的那几个月，他到底做了什么改变？现在我们看，我们根本想象不出他会做什么改变，我们觉得他什么都动不了。我总有一种感觉，我觉得 Anson 从头到尾。他跟诗画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那么自信，比如说他跟其他人在聊天的时候，就讲别人故事的时候，他松弛很多，他比较松弛。但是跟诗画聊天的时候，他的整个状态就，他有没有一点自卑在里面啊？我感觉到他有配不上他，不自信，不配得感，他不相信他能够拥有他的喜欢和爱情。我有种这种感觉。诗画就反驳他嘛，你就是爱工作你不是为了我才这样工作，对你爱工作胜过爱我。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他是自卑，他应该一直努力。还有一种方式是我自卑，但是我得到了，这就证明了一切，这件事情就不用再证明了。好像这也是说得通的，完成了这个事情啊。然后我不觉得他是自卑，我觉得他的那个模式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他有一个模式在里面。对，就只要诗画一个海口的，就对，是我错。对，他那个给我感觉特别像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被我妈说你下回考试如果不怎么样，我就有惩罚措施，我可能就会非常努力的学一段时间。这考试只要考完我就不学了。风头过了，对，这个小目标达成了，我就马上松懈掉了。是他从头到尾在察言观色，看脸色、看表情、看什么，他没有那个自己想要表达的我是谁这件事情没有。但是在最根本的直觉上，他会知道什么时候愿意努力，什么时候他会懈怠。但那个直觉背后的模式呢，是一个占有的模式，就是说我拥有了爱情，爱情其实严格意义上它不能说。它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不能拥有，不能拥有。我不能说我拥有了这个人，爱情是一个生命实践，是两个人一起来创造的，它是滋养的。但是呢，在默认的选项里面说，哦，他答应你了，或者你追到了，那我就拥有了这个人，就懈怠了。但是他其实又会对爱情有感受，他离开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失去的很多，他其实是有真情的。但他不明白，就是他觉得那需要维护。实际上讲，存在和占有是不一样的。现在的人主要是占有钱、占有职位、占有名声，但存在是生命实践，要不断的去滋养，要行动的。所以你说他怎么能做好？他就是一直要做好到让对方相信，
你是不仅是2个月、4个月、6个月，你一直会这样，你改变了对彼此的态度，改变了对爱情的态度。但是诗画已经不相信这种改变了。但我觉得诗画真的很爱他，就是那个不舍，那个纠结。我是你图啥呀？到底？我觉得一开始肯定都有好过的。对，所以我要是 Anson， 我也要把他追回来。都还照顾到我家，连我家人都一起照顾了。那给 Anson 一点建议，他什么样的改变是最有效的，或者说可以取得信任的？我觉得他先听得懂他想要问的问题，这好难哦。应该给他配个翻译。我真的觉得 Anson 应该认真的去倾听一下对方的需求，你能不能够做到？不要勉强自己，也不要勉强对方。而且 Anson 他一直跟诗画说，他提了一个点，他说你们女生对另一半的要求是不是一直这么高吗？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诗画的这个要求在你们眼中算高的吗？我觉得不高啊，太不高了。而且为什么这是女生对男生的需求呢？男生本身不会有这个需求吗？因为男生都是忙伟大的事情的人，忙事业的人。就爱情作为你的一个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的一个生命的成长，它本身不是一个事业嘛？对，不能说我今天的爱情的股票涨到了3000点、6000点，或者是只要看起来恩爱，我这个指标就是满的。对，哪怕里面有一些糟烂，但是外面看着 OK 就可以。但诗画自己的事业经营的也很好啊，一直在拍戏啊什么的，也没有耽误他的事业啊。我想起来，他前面说我最害怕失去斗志，就是我刚才刘琴老师的话启发我想一件事，就是你在坚持啥呢？就是你到底为什么非要追？你又很不舒服。他跟诗画现在还在一起，就是因为他的斗志不息，就是无数次分手他又回来。就是以一个强烈的信念，非要在一起。但是真的好吗？从某个方面是好的，就是他的斗志使得他们就是一直在一起。但是他为什么在一起这件事情，他可能没有仔细想。你先不要管我怎么能让这个诗画回到我的身边，能跟他重归于好。我现在看看我自己，我是为什么一定要他回来？对，我为什么一定要？就是你这个斗志，你放下一下下好不好？而且他的斗志只能支撑到把他追到，对，追到之后的事情就没了，对，就又没了。就像你的斗志只能撑到那一次小考结束以后，对，是，就后面就不做了，是吧？理解他，好像这个成为他，no。然后你看他特别开朗，非常明媚、阳光的那个模样。我在想，这个斗志熄灭的那一刻，是他非常难以忍受的。因为那一刻肯定很悲伤，就是有些事我就是不行，或者是我就是满足不了他，这种悲伤，这种那一瞬间的那个掉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非常致命的一个痛苦。那讲到这里，我想接那个阿春老师那个话啊，就是我觉得斗志本来就不应该有，就是斗志是你想要的，不是别人想要的。我觉得更多的应该看对方想要什么，你能不能给。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间，你可能就真的能够找到问题的本身了。等你老是面对的都是斗志。是啊，就是反正我不改，但是我一定要。对，先要回来再说。是。北大我就是要上，怎么上不知道。大家也看到这期主题是莫比乌斯环，其实它就是在一个局里面很难冲出来。对，那就是说他们目前的状态呢，要在这个状态里面如何破局，然后每个人给一些建议，好不好？如果我是 Anson， 我会一定要做自己。我觉得只有做自己，你才更有魅力，且你未来不管是获得和失去都是长久的。如果我是李诗画，我会跟 Anson 说，请你好好做自己，不要再围着我转了，拿出你真正的自己出来，让我了解，而不是附和我、应和我这样子。对，是个公式。对，不要围着我的星球转。
那我就是何美妍吧。啊，我会抓紧捡起我的音乐事业，刻不容缓，时间不等人。当然不捡音乐事业也可以啊，也可以捡别的东西。抓紧带孩子其实也行。就你把你的精力稍微分散掉一点，不要集中在梁松身上。如果我是梁松，哎，可以，这个非常跟你有反差。对，如果我是个 rapper， 我以为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其实没有。我要提醒自己就3个字：慢一点，坐下来。看着他的眼睛，无论他说的话多么冒犯，多么会刺伤你，激发你的荷尔蒙，你就是让自己先安静10分钟。说我今天不回答你，但是我听了你10分钟，我回去想一想，从这一点开始。我刚刚还看到了他们嘉宾当中有一个情感关系啊，很微妙，就是梁松他生病的时候，美妍立马就美团送药，然后给他买药了。是的，但是其实等那个邓莎她手被划破的时候，还是美妍然后帮他从美团买药，买的创可贴，然后贴上的。是的，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这说明啊，美团买药太快了，看不到了。你知道吗？但凡他再慢一点，我怀疑啊，这个邓莎的这个伤口都愈合了。其实呢，我也非常想提供一个锦囊。这个锦囊非常简单，里面只有3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美团买药24小时在线。第二句话呢，就是随时随地可以看病买药。第3句话呢，就是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很好用的，非常好用，大家都用起来，真好，真好，很顺，太顺了。好，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海报拍摄主题叫做《坠崖之前》，那非常直接的把我们拉回到他们感情出现状况的那个当下，让我们呢对他们的问题也有更加清晰的了解。那这一期呢，我们也是看得非常的跌宕起伏。那不知道呢，下一期梁松跟美妍还会不会吵？那诗画跟 Anson 能不能聊明白一点？这都是我们带着一些期望，继续要跟大家强力催更的一个点。来，再见容易，再见很难，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下期见。